酷泰克30 Ultra 电路不是完美的，但它是当前桌面快充产品里面最讲电气结构、最敢给用料的那一类。它不走商业讨巧路线，它就是用工程思维把性能抬到了发烧级。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它是我们测试了整整7天的桌面快充猛兽，它的300瓦满载输出，充电口的协议兼容，屏幕交互体验都已经让无数人心动。但老铁们知道的，光看数据还不够，真正的实力得掀开壳子，看看它里面藏了多少真材实料。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拆开这台酷泰克30 Ultra， 看看这块 IPS 屏背后是不是藏着真正的旗舰级架构，是堆料还是堆芯，还有那颗能稳定300瓦1小时以上的主控电路到底用的是什么料？粉丝们催更已久，今天我就来揭晓答案。这台桌面充电站是真旗舰还是高调秀肌肉？我们话不多说，开始拆解它。这个充电站的底座应该是一个实心的铁块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拆它了，没有意义。这根 DC 线也不用做拉力测试 ，DC 线懂的人都知道里面只有2根线啊，所以说我们拆开看一下内部用的线芯到底是多粗的。直接把这个线剪开，剥开它的外皮吧。DC 线这外表的一般都是负极线，也可以充当屏蔽层啊。这是第一层，一共2层，用了非常亮的镀锡线铜丝，把它捋出来就有这么粗的直径啊。这个过大电流是妥妥的，这就是下的猛料啊，把它捋在一起。正负极的粗细是差不多的，这个基本上直径就相当于 1.5 平方了。这个线径的话，轻松应付300瓦。这是配套的电源线，我们也把它剪开看一下。线缆本身的外皮上面介绍的是内部是 0.75 平方的线缆，这个是纯铜的紫铜线啊，因为这个充电站本身最高也就300瓦 0.75 的线径完全足够。这就是配套的2根线缆啊，非常的扎实。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这个充电站本体做一个拆解。先要把这个屏幕玻璃我们加热，把它取下来，看一下屏幕是不是站在这个上面的。加热以后，我们先把中间这个镀铬的一个装饰条把它取下来，保护屏幕的一个塑料啊，也是双面胶粘上去的。这是 Type-C 口的面板，取下这个蓝色的产品的设计元素啊，每个产品基本上都有。先来看一下它的构造啊，这里是黑色的塑料，这边是灰色的塑料，中间有接缝，壳体为一个整块啊，只有把这个盖子直接把它切开了。切的差不多了，我们用撬棒把它撬开。这是后面的盖子，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怎么样？这是前半部分的壳子。这是拆出来的充电站内部的电路模块，全覆盖的是紫铜的散热板，是焊接在这个主板上面的。这边是屏幕区域，有螺丝进行固定的；芯片区域有高温胶带缠绕进行保护。4个充电口，4个独立的小板，固定这一个屏幕模块，它用了3颗螺丝。取下螺丝以后，屏幕总成就可以把它拿下来。屏幕的连接的话，就靠着这一根软排线，然后这里还有一根接地线连接到外部的铜壳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屏幕它是靠近这个电感的，所以说这背面贴了有陶瓷的隔热棉。屏幕显示的驱动板是贴在这个塑料框架上面，主板的底部这里也有隔热棉，因为它是挨着这个整流桥的散热片的。屏幕也是镶嵌在这个塑料框架上面的，这个隔热措施是用了新的啊。整机一共使用了4片紫铜的散热板，2片小的，2片大的，把整机全部包裹。背面都有这种麦蜡片进行做卷烟处理。外部的散热片取下来以后，我们就会看到模块内部的结构了。这是一整块散热铝板，主要的发热元件全部都连接在这个铝板上面。这个是整流桥，这个背面应该是2个开关管，通过白色的散热胶把热量传导到外部的紫铜板上面。电解电容需要隔热的地方，以免这个热量传导到电解电容这里，这里也是用了陶瓷的隔热棉，这个不是泡棉啊。初次级需要隔离的地方都有麦蜡片，包括这个变压器和这电容之间这个地方也是做了隔离的。主板的底部有散热胶加散热硅脂贴，用来传导热量。这一个模块的散热措施，工程师也是用了新的。我们现在把上面的胶清理一下。这个是给整流桥和开关管散热的一个铝合金支架，内部做隔离用的塑料麦蜡片，一共有4块。
这一片则是这个小板上面的一个散热片，也是铝制的啊，而且是上面做了镀镍处理的。电解电容上面的隔热棉，咱们前面说的是陶瓷隔热棉，正确的称呼是陶瓷纤维隔热棉。这个 NTC 热敏探头安装在这个座子上面的，用来检测充电站内部的温度。然后这是充电站内部的本体，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我把它全部打散，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架构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全部拆开这台30 Ultra 桌面充电站，光看内部的结构就已经和传统的消费级产品划清了界限。4块紫铜散热片、铝合金散热支架、足量的导热胶、陶瓷纤维隔热棉，它的散热系统的完成度和工程思维可以说是压着企业级产品线在做。从电路架构来看，标准的3段式主流设计，前段为 AC 输入整流，搭配主动式 PFC 升压，中段是 LLC 谐振架构作为高频变换单元，最后通过同步整流和多路 DC-DC 降压 MCU 总调度控制，完成对多个接口的精细输出控制。这种组合已经成为高功率桌面充电站行业通配架构，但是在电池优化、MOS 搭配、反馈策略等细节层面，不同品牌的风格和投入差距也恰恰体现在这些看不到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核心电路与用料解析，看看这款产品究竟把旗舰挂在标签上，还是用在了料件上。首先是 EMI 滤波与输入保护电路，一颗苏州华德电子出品的曼绒保险丝，规格是10安250伏。华德电子1997年成立，是国内知名保险丝及 PDC 热敏电阻生产企业。保险丝作为最基础的过流保护元件，防止意外过载对内部元件的损害。第一级共膜电感滤除交流输入端的高频共膜干扰，降低电磁干扰对设备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安规 X2 电容来自深圳速溶电子，规格是 0.47 微法310伏。这家公司2009年成立，专注安规电容和薄膜电容制造，用于交流滤波，吸收 EMI 噪声，保证输入端的电压波形干净。第二级共膜电感要大很多啊，扁平铜带扰质，加强对高频共膜干扰的抑制，配合第一级共膜电感，形成多级滤波，进一步净化电源输入信号，防止传导和辐射干扰。江苏杨杰电子出品的整流扁桥，型号 GBU2510， 25安1000伏，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大电流规格确保整流稳定，满足高功率充电需求。杨杰电子2001年成立，中国领先的功率半导体器件供应商。深圳速溶电容器的3颗1微法450伏薄膜电容，配合环形滤波电感，组成输入滤波电容的组合，构建完整的输入滤波网络，消除输入端的高频纹波和噪声，提升电源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香港东家电子作为一家成立于1984年的知名电容制造商，以其高品质固态电容和滤波元件著称。在酷泰克30 Ultra 中，东家的 KW 系列固态电容被用于 PFC 加 LLC 电路的稳压、蓄流、滤波，保证电路在高频工作下的电压稳定与低损耗。这个充电站核心控制部分采用的定制的 PFC 加 LLC 2合1主控芯片，这个上面的适应是 CD2504、CD1271， 该芯片无公开资料，但从电路配置看，集成了主动功率因素校正和 LLC 谐振转换功能，可以显著提升系统的整体效率和功率密度。PFC 开关管选用的是美国纳威半导体出品的氮化镓开关管，型号为 MV6148， 规格为蓝牙700伏，导阻120毫欧，最大的漏极电流为 13.6 安。这两颗氮化镓开关管在提高开关速度和降低开关损耗方面表现优异，这使得这部分电路能在高频高效状态下稳定工作。
纳威半导体2014年成立，专注于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与功率器件，全球氮化镓领域的先锋企业。旁路保护二极管型号为 GS8M， 负责限制反向电压峰值，保护功率器件的安全。PFC 整流管采用的是江苏阳杰电子的超快恢复二极管，型号为 MUR1660D， 提升整流效率，减少反向恢复损耗，确保大功率输入端的稳健运行。输入端的高压滤波电解电容为东家电子的 KZM 系列，4颗规格56微法，拉压450伏，累计的总容量为224微法，容量充足，拉压高，能有效抑制电网纹波和干扰，保障后续电路的稳定。谐振电容为深圳速溶电子出品的 0.039 微法630伏规格 ALC 谐振电感，独立安装在专用的 PCB 上面，搭配苏州东威半导体出品的谐振开关管，型号为 OSG652-190FT3J， 规格为拉压650伏，导阻190毫欧，最大漏级电流60安，确保谐振过程的精准和高效。苏州东威半导体2008年成立，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器件和智能功率模块。硕大的主变压器，初级引脚4个，次级引脚输出采用的是加粗的引脚方便承载高电流，设计合理，兼顾电流容量与散热。反馈隔离和同步整流电路，隔离采用四川特瑞祥科技的陶瓷安硅 Y 电容，型号 Y1471K 和 Y1221K， 分别是470匹法和220匹法，拉压等级都是400伏。特瑞祥2014年成立，主打高品质电子陶瓷材料 Y 电容，在抑制共膜噪声和保证安全隔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反馈光电耦合器使用的是台湾亿光电子的 EL1018， 一共用了3颗。亿光电子1983年成立，是全球领先的光电子组件供应商。光耦在反馈回路中负责信号传输与隔离，保证控制信号的安全传递和抗干扰能力。同步整流控制器方面，采用的是美国星源半导体出品的2颗核心芯片，一颗型号为 MP6925， 负责驱动4个 USB 口电流输出，另外一颗型号为 MP9931， 控制直流 DC 输出端口。美国星源半导体简称 MPS， 它成立于2008年，是全球10大半导体科技企业之一MP6925 作为双通道同步整流控制器，搭配深圳微兆半导体的2颗 VS18208 GPM NMOS 开关管，这2个管子的规格为拉压100伏，导阻3.8毫欧，最大漏级电流120安，实现高效 USB 端口整流，降低损耗。微兆半导体成立于2013年，专注于高性能 MOSFET 制造的知名企业。MP9931 也是一颗双通道同步整流控制器，它驱动4颗 VS007 N06M NMOS 开关管，同为微兆半导体的产品，规格是拉压60伏，导阻5毫欧，最大的漏级电流95安，两并联构成双通道配置，应对 DC 口的大电流需求，保证稳定供电。输出滤波方面，采用的是香港东家电子的 VX 系列贴片固态电容3颗，规格是680微法35伏，总滤波容量2040微法，结合旁边一颗大型环形滤波电感，极大的减少输出纹波，提升输出电流的质量。DC 输出及 MCU 主控电路 DC 口的输出部分，另外配备了2颗东家 KW 系列的470微法25伏固态电容，这边还有2颗 MLCC 滤波电容，形成多级滤波网络，有效平滑 DC 口的输出电压。DC 输出端口内部的正极确实为可以过大电流的镀金触点。DC 口的电流采样使用的是苏州斯瑞普微电子的 TP181 减流芯片，搭配一颗 R001 功率减流电阻，专门负责 DC 口的适时电流监控，配合主 MCU 提升输出保护和智能管理能力。斯瑞普成立于2015年，是国内领先的电源管理芯片设计公司。供电部分由杭州捷华特微电子提供的 DC-DC 6角降压芯片，适应型号为 JWRET， 具体型号没有查到，配合旁边的10微亨电感，实现主控芯片的稳定电压供应。捷华特微电子2013年成立，专注于高效电源管理芯片研发。为确保 MCU 及 SPI 存储芯片的供电稳定，还采用了斯瑞普微电子的 LDO 线性稳压芯片，适应型号 L5J， 实际型号为 TPL820， 输出3.3伏电压。
主控芯片为南京庆恒微电子出品的 CH32V303 单片机，该 MCU 性能强劲，支持复杂协议处理及多路控制逻辑，满足充电站复杂场景下的智能调度需求。庆恒微电子2018年成立，专注 RISC-V 架构的 MCU 设计。SPI 存储芯片选自北京兆易创新，型号为 GD25Q641，64兆容量，足以存储固件和日志信息。兆易创新2010年成立，是国内领先的闪存芯片供应商。人机交互方面，配备全彩显示屏和2颗功能按键，提升用户的操作体验。4口独立升降压输出电路，这个充电站4口的降压控制核心均是采用的深圳英吉星科技的方案 C1、C2、C3 口3路采用的型号 IP6550 的芯片，这是一颗高频高效的同步降压控制器芯片，支持宽输入电压与快充动态调压。而 A 口则使用的是 IP6551，它在6550的基础上内置了上下桥 MOS 管，大幅节省外围元器件的数量与 PCB 的面积，适用于空间受限的多口充电场合。英吉星科技2014年成立，是国内专注于快充芯片领域的代表企业。功率开关 MOS 管部分，C 口3路均配备一对重庆平伟电子出品的 NMOS 开关管，上管的型号为 055N04ESL， 下管的型号为 055N04HSL。2个开关管应该都是拥有低导阻的特性与较大电流的承载能力。重庆平伟电子2010年成立，主攻各种功率器件的一家老牌企业。3颗环形降压电感，2颗大的用于 C1、C2 口，1颗小的用于 C3 口。C 口3路快充协议控制由深圳汇能泰半导体提供，型号为 HUSB362， 支持 PD 3.1 全电压档位、PPS 调压与主流私有协议，确保每个输出口都有完整的快充识别能力，对多品牌多机型的兼容性友好。汇能泰2016年成立，专注于高集成度 PD 协议芯片设计。A 口则是使用英吉星科技的 IP2723T 协议芯片进行协议握手与匹配。输出 V-Bus 的最后一级开关 MOS 也不马虎， C1 和 C2 口均采用平伟电子的 055N04ESL N 沟道 MOS 管作为 V-Bus 控制管，快速切换，控制稳定。C3 口则使用了微兆半导体的产品，型号为 3618A1， 一颗非常经典的 V-Bus 开关管，被很多知名产品采用。A 口采用的是型号为8205的6角双 NMOS 开关管，作为 V-Bus 控制，一颗思域型号为 2258W 的定制控制芯片，实现 C3 和 A 口的动态功率分配。这一颗 R2010 为 A 口的电流采样电阻， C1 和 C2 口的电流采样电阻为 R003， C3 口则是使用的 R005， 对应不同输出功率等级。整套输出滤波采用的是大面积分布式网络，核心为东家 KW 系列的固态电容，搭配多颗 MLCC 陶瓷电容，构建多级的地通滤波结构，有效吸收高频噪声并抑制纹波，输出干净，干扰低，是高品质快充体验的基础保障。各位兄弟们，前面的测试视频我们前后测试了整整7天，这一次也把这个酷派克30 Ultra 拆到了每一颗元件都能数得清楚。到现在是时候从工程角度把这台桌面级快充的电路优缺点讲明白。先说优点，这台机器不是堆配置，而是堆结构。第一，大厂核心器件全线到位， PFC 2颗纳威的氮化镓器件， LLC 和同步整流用的是苏州东威和微兆电子这些业内常见的正规厂货。MOS 管的导阻低，温升控制得住，整流芯片选的是美国星源半导体的 MP6925 和 MP9931， DC 和 USB 4口分区整流，控制逻辑清晰。对比不少多口共用1颗整流芯片的产品，这是属于讲究架构的代表。第二就是4路独立的升降压设计，不玩虚标共享， C123 口 A 口各自配备独立升降压控制器，独立的协议芯片，独立的电流采样和滤波通路，输出控制的 MOS 也是来自平伟和微兆，结构上保证了多口同时满载，互不干扰。第三就是用料真到位，散热策略不藏着掖着，内部4块纯紫铜的散热片，配合陶瓷纤维隔热棉、铝合金的支架，关键的发热部位打胶饱满，热量路径明确，不是那种为了打胶而打胶的玄学操作，而是工程导向非常的明确。第四就是输出干净，兼容全面， USB 端口的纹波基本都控制在50毫伏以内， DC 口新版也已经调整完毕。协议方面，米家的百瓦、荣耀的百瓦、蓝厂的百瓦全吃下，
PD、PBS 这些主流快充协议，通通都能握手。再来说说缺点，咱们也不避短。第一，主控芯片资料不透明，发烧友有点意难平啊。PFC 加 ALC 合并控制芯片为定制型号，没有公开的技术资料，正常没有影响。但对部分想了解生成逻辑、尝试硬件升级的玩家来说，这种黑盒芯片总归有点卡嗓子眼儿。第二就是滤波电容虽足，但品牌选择略显保守。整机安规与薄膜滤波电容多为深圳速溶电容器出品，用料规格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替换为法拉电子、松田电子这类一线国产品牌，不仅性能更顶，也更能迎合发烧友那种只认硬通货的心理需求。最后总结一句话，酷派克30 Ultra 电路不是完美的，但它是当前桌面快充产品里面最讲电气结构、最敢给用料的那一类。它不走商业讨巧路线，它就是用工程思维把性能抬到了发烧级。一路测完也拆完，这台酷派克30 Ultra 咱算是真正的摸透了啊！7天实测下来，它的高负载下的稳定输出能力，确实打破了我们对桌面快充这个品类的性能预期。300瓦的 DC 输出，双 PD 3.1 接口，280瓦并联，文波干净，协议全面，而且不是应付一会儿，是能稳定拉满超过1小时的那种稳。从测试角度来讲，它是交得出答卷的。从拆解来看，它的电路架构不走商业化集成那一套，而是工程味十足的分区架构、独立架构。MP9931、MP6925 分别管 DC 和 USB 整流输出。PFC 用了纳威的氮化镓，输出部分4路全独立降压加协议控制，还搭配紫铜散热、分层导热，整体是一套不省料、不图轻的思路。当然它也不是没有缺点，芯片信息的封闭 EMI 部分略显简化，薄膜电容品牌可以更上一个台阶，但整体的架构和用料确实比现在很多看着猛实着偷的产品强了不止一个段位啊。那么这台设备到底适合谁？如果你只是日常一个手机一个耳机，习惯轮流充，偏好轻巧便携，那么它的体积和价格对你来说没有必要，直接跳过。但是如果你的桌面设备繁多，同时高功率运行，比如笔电、平板、手机、摄影设备多口并联，还得要求协议全兼容，长时间稳定供电，它绝对是目前市面上少数能做到全力输出不降频的桌面级方案。如果你是电路玩家、重度发烧友，追求用料清晰、架构透明、能拉载、能拆解、能长期服役的硬核派，那它的电路足够让你满意。酷派克30 Ultra 不是那种人人都适合买的快充产品，但对口的人，它是少见的刚需解决方案。测试为了了解，拆是为了真相，认真车摘，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摘，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